我已经获得了 SASMO 和 SMKC 数学竞赛的金牌，今年又获得 WANDA 科学竞赛的金牌，这些都是在老师的教导下获得的。GEP 高才教育计划改革不再只是集中在9所小学。If they are still in the same school, they can still grow in that school for 6 years. 但也有人对改革高才班感到疑惑。我觉得 GEP 改革，挺可惜的，因为以后的高才班的学生，虽然也会有高才班，但是不会有同样的经验。于昌慧和丈夫移民来新加坡多年，女儿吴艺轩在本地出生，目前在一所邻里小学读1年级。为了加强女儿的学习基础，于昌慧为女儿安排了每星期1堂2个小时半的高才教育补习班。通常比他大的孩子已经参加过P-TRE 的 GEP 考试了他们是有在那边读过的。因为我听说是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去换学校，因为你去了这个考试，你如果过了的话，就可以换去一个比较有名的学校嘛，然后有转校的机会。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就是想要因为这个可以换学校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当时我们想的是可能会去尝试，但是其实主要的我们还是想补习一些数学和英文，因为本身我们自己的英文也没有很好嘛，希望在学习上能帮到他，才会去找外面的补习。那个补习班学的东西跟学校学的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就是那个数学和英文那个 times table。然后会做很多功课吗？多少功课？有4章、5章和6章、7章、8章、9章、10章、11章、12、12。那你喜欢上那个补习班吗？不喜欢。已实施了40年的高才教育课程将在2027年更新。目前从全国挑选小3学生在小4进入9所 GEP 学校的第2阶段测试将取消。老师将根据第1阶段的测试挑选学生参与符合他们强项的增益课程。高才教育更新后，每届3万多名学生中约10%，也就是3000多人有机会在各自的学校上增益课程。其实 GEP 改革后，我个人认为会觉得会算是一件好事情，毕竟会有更多的小孩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到一个他们没有尝试过的课程。但你要是问我现在对于这个看法，其实它具体的一些详情，它改革之后到底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小孩能去到那种增益课，它还没有真正的一些细节出来。所以我跟我身边的很多家长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尽快的能知道他的一些详情，因为我的女儿明年是 P2， 我们也想知道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选择。这家位于诺维纳的补习中心，培训的学生历年来在高才教育甄选的过关率都居高，因此深受家长欢迎。就是我们的首届的这个学生呢，完全100%通过了这个GEP 的1轮测试，2轮呢，我们大概是73%的通过率所以这个通过率是挺高的。进来的这个孩子本身，因为是有通过一些测试的有一些门槛的嘛，那么基本上呢，我们是认为适合我们这种教学，适合这种竞赛，适合这个思维可以更深层次发展的这些孩子我们才招进来。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就可以说可能90%几都是新移民家庭的孩子进来学习。那渐渐的呢，因为随着公司的中心的发展那可能有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新移民的同事，那也许可能就是本地人甚至是外国人那么就是说80%可能还是来自新移民家庭，又或者是可能其中的一个配偶是属于新移民那另外的20%可能就是属于纯粹的就是会其他国家。就新移民背景很多，父母的这个学历背景就已经挺高的了，因为自己孩子在这个邻里学校里面，可能觉得这个教学远远无法满足他们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他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进入，其实也无可厚非啦。
今年读小3的徐雪萱在中心补习已经3年，她最近通过了2轮测试，成功考入来佛士女子小学的高才班。刚开始是父母让我来，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些课程就变得特别有趣，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报了很多别的班。数学老师们能够把非常难的题目分解成容易理解的小步骤，让我觉得数学没那么难了。学校老师他们就通常会让我们刷一些练习题，但是这里的老师他们教育方法不同。他们会让我们做一些练习题，然后看我们错在了哪儿，然后他们就让我们错的地方最多的地方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做成一套完整的一套练习题，然后让我们来做，然后让我们快速掌握新的知识点。我已经获得了 SESMO 和 SMKC 数学竞赛的金牌，今年又获得 WANDA 科学竞赛的金牌。这些都是在老师的教导下获得的，我自己也有兴趣和信心继续学习。补习中心的英文老师张秀珠曾在几间中学任职副校长，对于高才教育的更新模式也同样表示支持。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come with this where every school is a good school. Every school has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and every school should have some teachers being pulled out to teach such students. So, in a way, it's good that the students need not travel, because at primary 3, if they cleared GEP, they have to go to another school. So, by going to another school, they have to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 to their friends, to their teachers. Whereas if they are still in the same school, they can still grow in that school for 6 years, primary 1 to 6. Yeah. 多多少少可能对像我们这一类的这个中心，一定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了。比如说，有一些邻里学校的孩子，他通过这个 GEP 考试，他可能会能够有机会进入更好的一些学校嘛。那么这一部分的人，可能他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没有这个机会了，那是不是我也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对吧？去参加这个学习。那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会打退堂鼓，但是我们中心这一部分人也并不太多。刘洪浩是英华小学高才教育班的学生，他的母亲陈叶经营一家高才教育辅助课程中心，洪浩也在那里上课。我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是，他在小学前3年，有时候就上课可能就会走神，而且这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有时候上课，我拿出他的课本就看到哇，画了好多的就会画一些图啦，比如说他的上课的时候就开始画画啦，写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说这样的内容写在他的课本上。那么到了小4和小6呢，就有所不同了，因为这个学习内容的加深，他就会明显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他也不会觉得上课那么无聊了。以我的观察来讲，GEP 的学生一般来讲，他们会比较习惯于做有难度的题目，他们会比较不排斥学校和老师给他们有挑战的学习内容。刚考完小6会考的洪浩，这一天也到补习中心，和他的好友李嘉义一起温习功课。谈到高才教育即将做出调整，2名高才班学生都觉得有点可惜。真正那种天才啊，我也特别就是真的是天才，他根本不用那个准备，他就会考得很好，就是他只能跟老师就那边就老师跟他们吵架，然后他就跑来跑去，然后就是但是还是他最后考试还是考4分的，这种人也是有的。所以他们这种人，他们没法进 GEP， 没法得到很多的资源，也是有点可惜的。我觉得 GEP 改革挺可惜的，因为以后的高才班的学生虽然也会有高才班，但是不会有同样的经验。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相信的是，每个孩子最后都会有自己
出色的地方，就看我们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培养他们，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教育他们，对他们会有非常长远的帮助。All right, I'm going to be broke at the end of today. All right, okay. You know your history. I think next year I'm going to